美军最近在太平洋进行了2场演习，参演的国家非常多。美国组织的演练科目包括登岛、登陆和偷袭等，是不是想对付中国？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这个美国是在太平洋搞2场这个演习啊，一场叫太平洋钢铁啊，主要是测试它的这些飞机啊，隐身的战机搞演习；还有一场呢，就是和澳大利亚啊，本来这个应该是美澳2国的护身军刀演习啊，主要是在澳大利亚附近，然后呢，进行相关的这种防卫，就是对澳大利亚假设被侵略的时候啊，被打击的时候，美国呢要去帮忙，但是现在呢，美国把这个护身军刀呢演习呢，现在拉的人越来越多啊，就是这个国家把它扩大了。一个呢是把日本呐、韩国呀，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呀，都给拉进来了。那你这么多的国家这个搞演习，而且针对性很强，比如说这次的这个护身军刀吧。它不但演这个海上的作战科目，还演登陆登岛的这种作战科目，不但演白天的科目，还演夜间的这个科目，而且演这个偷袭的科目。那既然有登岛登陆的，就有防御的一方，所以呢，它的这种针对性非常强，它的演习的水平也是在提高。再一个呢，就是拉的国家也比较多，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就是日本的这个水陆机动团，因为它不能够发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其他国家呢，像这样的部队呢，都叫海军陆战队，但是日本呢，它叫水陆机动团，也参加这样的演习啊。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美国拉着这么多的国家在澳大利亚的周边进行这种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那他们就说了，我们在这个演习区域附近发现了中国的侦察船，就是天王星号啊。我们中国的这个天王星号的这个船呢，它是一艘电子侦察船啊，到现在，我印象里已经快服役40年了。这是我们国家建造的第1艘啊，就是完全由自己建造的，就是电子侦察船。排水量大概在4000多吨。它主要搭载的设备呢，还是雷达呀、声呐呀这些设备，但是它航速比较快，就是可以达到19节啊。那它跟这个美国啊，在我们西沙这旁边附近长期赖着不走的这个胜利号不是一类的船只，因为胜利号它的这个动力系统呢，主要是柴电系统，就是柴油机、电动机，它的静音性能非常好，因为它要带着声呐，如果它的声音很大的话呢，就会干扰它的声呐的工作，所以呢，它的速度比较慢，它最快也就是9节、10节啊。而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侦察船呢，它的速度可以达到19节，那比它那个快1倍。再一个呢，就是像它的这种监测船呢，它是双船体的，它主要是为了抗风浪，因为它只有3300多吨啊。那我们这个船呢，它也是单舰体的啊，它的排水量在4000多吨。那我们就是在这个美国和澳大利亚进行这种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我们这个到澳大利亚的附近去进行这种就是监视的活动或者是侦察的活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首先是一个公海，不是你的这个领海，也不是你的专属经济区，我们只是在比较远的地方有一定的距离里边看一看你们在演什么，在搞什么啊。那这个澳大利亚的方面的领导人呢就说了，说这个当中国的这个侦察船过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允许人家过来，因为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就是它主要指的是美国就西方的这些军舰和飞机还有侦察船，在中国进行演习的时候，我们不是也去看人家了吗？所以人家看我们好像是一个平等的活动，其实不然。为什么不然呢？因为我就说了，当中国演习的时候是在中国的家门口吧，
中国演习的时候没有和其他国家演吧，是我自己的训练和演习，是我在检验自己的这种防御能力吧。那么你们来看，显然是看我中国的演习的能力和水平和科目。我们在演习的时候画了一个演习的区域，对吧？因为不画一个区域，这一旦导弹打出去，一旦火炮打出去，是要伤及啊，就是其他的啊，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些商船呐，你的这些民航飞机啊，你进入这个区域里边，它一发现目标之后，它就可能进行打击的呀，就是在这个战场上，是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出于安全就不让你进入这个区域。但是呢，你像美国的舰机，它经常给你捣乱，我就偏偏进来。那你说你这个飞机进来，那我们在发射导弹或者火炮射击的时候，它肯定是可以看见的嘛，它这个雷达呀或者是关通器材一定能看见，对吧？那你一进来，我就没法演习了，我必须停止射击，不然的话就把你的飞机或者侦察的军舰给打了。所以它的这种侦察监视是给你捣乱破坏，是影响了我们的训练的。而我们的这种电子侦察船是没有影响你啊这种军事演习的啊，就是你在那儿演习，相当于你在街头表演，那我距离你一定的距离啊，首先是个公共海域吧，也是你划的区域以外吧，我在旁边看，所以我们讲我们的电子侦察船在那里看，一个是体现了人民海军的这种走向远海的能力，因为你这个澳大利亚在印度洋方向，那我们的舰船能够到那里去，首先是一个航行上的这种能力，还有一个呢，这也体现了我们的这种军事上的侦察手段啊，因为你在那儿搞演习，我可以在旁边通过相应的合法的手段啊，来用自己的权利看你们在演什么，你们在就是怎么演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经过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到啊，虽然在演习的时候都是派侦察船过去，但是他所要搜集的情报，或者是要达到的目的，以及这种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毕竟护身军刀是一个多国的演习，是一个大规模的演习，而我们自己是正常的训练，我们的侦察船对这个美澳的军事这个演习没有任何的影响，而你们像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这些侦察船或者是这个舰艇飞机，对我们的演习是干扰的，是影响的，所以这个不能划等号，不能相提并论。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